上一个单元里面，我们讲了如何把同一样大小的矩阵当成是向量空间里面的一个向量，然后如何把同样大小矩阵写成是向量空间的样子，然后还有它的基底和纬度。那这个章节我们会讲述我们实际量计算中会用到的特殊矩阵，包括 Hermitian 跟 Unitary 这两种特殊的矩阵。首先是 Hermitian 和这些矩阵都必然是方的，就是 n 乘 n 方的矩阵。然后它的符号就是一个矩阵如果是 Hermitian 的话，它相当于它跟它自己的转置在共2之后的结果是一样的，转置共2之后结果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比大家文献上有些用 star 的符号，但是如果是量子计算文献，看不同文献，有些文献会用 star 来表示转置共2，另外一些文献会用就是dagger 来表示转置共2，就是看你阅读文献。所以每次阅读文献之前，要先搞清楚那文献到底哪个东西代表什么。好，然后如果你的矩阵是实系数，我们刚刚我们这种说就是矩阵可以表现成向量空间嘛，但是矩阵系数可以是实的或虚的嘛。那如果是实系数的时候，那如果矩阵系数是负数的话，它是负的向量空间；如果矩阵是实数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实的向量空间。那如果你的矩阵是实数，然后它是Hermitian的话，因为量子那个负数共2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嘛，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看说那个矩阵是否等于它的转置。那矩阵它如果等于它的转置的话，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做对称矩阵。那所以说你可以想成 Hermitian 是对称矩阵的延伸。那为什么我们延伸的时候一定要加共2呢？因为就是它有些特殊的性质，就是必须是正的什么之类的，会需要正的，但是要共2的话，我们才能够让它乘出来结果。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个负数乘以它共2，我们可以保证乘出来结果是个实数，而且是正的。那如果我们讨论矩阵有共2的情况，如果转置完之后有共2的话，然后跟本来矩阵做运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保证乘出来结果有一些我们想要的数字会是实数，而且正的。那这样情况才会跟对称矩阵比较接近。实的对称矩阵比较接近。好，例如说，假设我们知道一个矩阵 A 它是Hermitian，就是它是Hermitian，然后我们知道它右上角的矩阵右上角的位置是1、2i 的话，那我想问你说，就是我们问题是说，请问我们能不能够更具体的知道每一格内容是什么？那如果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内容是什么的话，我们要先算它的转置共2。所以说转置共2，转置共2。那转置共2的话 ，A1 的我们如果当这两个矩阵又要相等嘛，因为它要等于它的转置共2，也就是说 A11 要等于 A1 的共2，所以说 A1 必须是一个实数。在 A22 要等于 A22 的共2，所以 A22 也必须是一个实数。然后再来 A21 的共2就会等于1加2i。或者是说1加 i 的共2就会等于 A21，所以A21等于1加 i 的共2，那1加 i 的共2就是1减2i，所以说最后写出来这个矩阵如果它是一个Hermitian的矩阵，它必然长得像是右上角1加2i的话，左下角必然是1减2i，然后阿尔法跟贝塔是在对角线上的数，它们必然是实数，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什么实数。好，那再来是另外一种，除了我们之前说，就是矩阵除了可以相等之外，它们也可以乘起来。所以说 Unitary 是说，好，那如果我们可以算转置共2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转置共2乘上它自己？那如果一个矩阵转置共2乘上那个矩阵自己，是不是等于单位矩阵？如果是的话，我们把它叫做 Unitary。那一样就是如果是实数的话，然后它乘上它自己，它共2就不需要，所以它乘上它自己的转置的话，然后等于单位矩阵，我们把它叫 orthogonal。对。那我们例如说我们要检查这个矩阵是不是 unitary 的话，我们就是看说，这个矩阵，我们先算它的共2转置，所以它共2转置乘它自己。那我们要算它共2转置的话，就是它转置嘛。所以说
对角线上数字是一样的。再来是这两个数字转置的话要对调，但是它这对称矩阵嘛，所以说它转置完之后它是几，然后接下来共2的话，这两个都是虚数，虚数的话共2要加负号，对吧？然后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矩阵乘这个矩阵会不会是单位矩阵。那如果我们要看的话，就是这个乘这个嘛，就是我们一样就是等于1/2乘上1/2，然后加上负的2/3i 乘上2/3i， 然后这边呢，这边是负的2/3i 乘上1/2，加上1/1乘上负2/3i。好，然后再来这边呢，这个乘这个，这个乘这个的话是1/2。这个乘这个的话是1/1乘上2/3i 加上负的2/3i 乘上1/1，然后最后这个乘这个呢，负的2/3i 乘上2/3i 加上1/1乘上1/1。好，那接下来如果这样子还没算完，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化简它。所以化简的方法就是不是化简的方法，化简的方法是化简的方法，但是就是我们要继续化简它。2/1乘2/1是1/4，然后这个正的乘2/3乘2/3就是4/3，然后负 i 乘上 i 是1，所以加上4/3。对，好，再来，这是负的2/3i 乘上1/2，这1/2乘上2/3i，所以两个东西同样东西相乘，只是多一个负号，所以这个会抵消掉，这就是0。这边一样，它们两个同样东西相乘，只是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所以它抵消掉，这边应该是0。最后这边是2/3i 乘上2/3i，负的2/3i，然后所以是4/3，然后 i 乘负 i，所以是1，所以这是4/3，然后加上2/1乘2/1 4/1，是的。然后4/1加4/3就是1，然后4/1加4/3是1，所以这是1001。好，算完了。那用同样类似的方法，我们也可以验算说，这个如果是先这个 A 矩阵乘上它的转置共2之后，也会是1001。但是其实我们只要验算一个就可以了，因为就是有一些定理会告诉我们说，只要验算其中一个，另外一个一定是对的。方形的话，对，必然是对的。但总之这样，它 A 就是 unitary。好，那 unitary 为什么 unitary 跟Hermitian重要呢？那我们先从 unitary 开始。unitary 的重要点是，如果一个东西是一个 state 的话，那它乘上就是它 Qn 的 state 的话，那我们把这个 Qn 乘上一个 unitary 的矩阵，那它还是一个那个 state vector。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样，但是我们先从如果它 unitary 的话，它任何一个 column vector 都是 quantum state vector 来讲起。好，那可是这件事情其实挺直觉的，因为就是我们需要它是一个 state vector 的话，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它乘上它自己，它的长度是1。那它长度是1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转置共2乘上它自己是1。那所以说它转置共2乘上它自己
的定义就是对角线上，对于一个 unitary 矩阵而言，对角线上乘出来的结果就是把它每一个 column vector 转至公共乘上它自己。那因为对于一个 unitary 而言，它乘出来的结果对角乘出来的结果会是 identity， 就对角线上是1，所以说对每个 column vector 而言，它乘出来的结果跟它自己的转至公共相乘之后，都必然会是1。好，有没有绕口令？有，对吧？好。然后最后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这个东西是 unitary， 因为它是 unitary， 我们刚刚算过了，所以说我们把它任何一个 column vector 拿出来的话，必然都会是一个一维的 quantum state， 所以这是一个一维的 quantum state， 1/2 2/3根号上 i， 然后还有2/3根号上 i 1/2也是另外一个一维的 quantum state， 就是一个 qubit 的 quantum state。好，那接下来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讲了2种特殊的会用到的矩阵，分别是 unitary 跟 Hermitian。然后，而且我们还想了 unitary 矩阵中跟我们之前提到的量子 state， 就是可以表示成那个向量 n 维空间中负向量的关联性。那接下来的各个章节，我们会实际把这些矩阵和向量应用这些矩阵跟向量来设计我们的量子演算法。